这是一个处处充满奇迹的年代，这是一个肯努力就一定可以大有作为的年代。同时，这是一个人帅自有天邦的年代。今天我将进行一项举世无双、成功率不足0.01%的挑战。挑战不跑毒吃鸡，没错，你没看错，就是落地后就不挪窝了，硬扛8个圈，爱咋咋地。落地劈成捡到一些基本的武器之后，我纵身一跃来到一处房顶。那么接下来，这里就是我将要从头至尾战斗的地方了。不管毒圈怎么刷，我都不会离开这里。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做过这个挑战，但实话说，这真是一件疯狂的事情。也许我将达成和平精英中的史上唯一。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，趴在房顶的肚子都硌出了条纹。终于，我等到第一个猎物。他很小心的在搜寻物资，只是他大约是没吃过房顶伏地魔的亏。一番速射，他慌了心神。就这样，他倒在了我的枪口之下，倒得干净利落，同时也倒得不太甘心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首诗词：行路难，行路难，多歧路，今安在？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应该可以足以形容他此刻的心情吧。当然，我并没有补上一枪，甚至还好心的帮他丢了一个烟雾弹，以便掩饰他此时尴尬的境地，也方便其队友救人。实话说，这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好人真的不多了。瞧，老天都大受感动，直接来了一个空头砸脸。然而我的好心在他的眼中似乎成了一种羞辱，所以他竟然直接自行了断，归了西。嗨，这真乃是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空投箱就在我的脚底下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我想一会儿肯定有那贪财之人送上门来吧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先小小的偷拿一点。这挺 MG3 绝对是近战王者，不用考虑，可比 AKM 好用多了。也不知道从哪次更新开始， AKM 的操控力越来越不好掌握，已经不是我杠枪的第一选择。重新回到房顶，我迎来了一个轰炸区，血红色的光芒遮挡了整个小地图，但我丝毫没有担心。人家都说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况且我刚才还为敌人做了一件好事，只不过对方并没有领情而已。哦，第二个圈也开始刷新了。我仍然身处中央，距离挑战成功又近了一步。很快又一声杂乱的脚步引起我的注意，真的有人来捡空投箱了。不过有些奇怪的是，第二轮轰炸区怎么又出现在了我这里？这种概率可太小了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得小心应对。当然我并没有离开此处，刚才也说了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所以我虽然表面有些慌乱，但内心却平淡如水，笑看着天雷滚滚，没有一丝波澜挡住。哦，听，有新客户上门了，这地方真好，只希望稍后第三个圈仍然那么友好。其实直到此时，我的内心是开始有了一丝紧张的。如果第三个圈把我刷在外面，也就意味着这次挑战就是个笑话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新的安全区即将刷出，光子，我是认真的。如果让我过了这一关，我发誓我会再氪金一次。呀，我还在圈内！天哪，这真是个奇迹，是我这吃鸡史上最伟大的奇迹。纵然是肚皮上再次割起了条纹，也难掩我激动之情。瞧，远处开来一辆杂牌越野，往日这些嚣张的敌人，在我此时的心中却似乎顺眼了不少。我开心地向他们扫出一片弹幕，而他们也洒出点点绿絮，向我致意，一派和谐的场面，感天动地。而与此同时，随着安全区越来越小，剩余的玩家渐渐地聚拢了过来。我谨慎地隐藏身形，为了挑战成功，我必须隐忍。不过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呀！红点 MG3向200米外点射过去，轻松爆头击倒。我想这位对手大约是没有想到会被这种武器爆了脑壳。咦，等等，第四个圈又要刷出了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不由得再次紧张起来，生死存亡就在这几秒之间。哇塞，天哪，老天爷，我还在圈内，虽然紧贴着边缘，但是我此时多么想吟诗一首。昔日龌龊不足夸，今朝放荡思无涯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呀，这个人机在打谁？哼，光子今天这么着急，你敢欺负他们的员工，老大！远处的枪声愈发密集了，但他们可曾想过，此时正有一人正在做着一件不可能的挑战，但恐怕就算知道了，也就只当个笑话而已吧。越到此时越不能掉以轻心，我开始向后方瞭望，万一临到挑战成功却被偷了屁股，那将是一件非常之绝望的事情。咦，果真有人！
看他的行动，这是要开始跑毒了。我想他大约有2条路进圈，一条是通过左侧的沟渠，另外一条就是经由城内潜入。但不管如何，我想我们即将遭遇。脚步声来了，来人2个被我先拿下1人，这种突如其来的攻击无人可以防备。毕竟我这处房顶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上来的。现在去捡点药品，最好还能找把狙。最终我补充了7.62，还得到一把8倍 M24。接下来也终于可以化被动为主动，小秀我的狙击技术了。抓的稳稳当当。东北方向有枪声，但这并不是我现在最关心的事情，因为第5个圈又要刷出了。而我也心中明白，我在边缘意味着再被刷进圈内的概率基本等于没有。哇！此时此刻我目瞪口呆，无言以对，只有一句才能表达出我惊诧的心情。伙伴们，我都有了不想继续下去的想法了。这万一下一个圈还会刷到我这里，我都怀疑我的心是否还能好好的待在胸膛里。不行，我得找人分享我的喜悦，而这个白菜脑壳就很合适。经过他的开导，心情舒坦多了。瞧，北方腾起烟雾，一片又一片，那边队伍要开始跑毒了，而我也即将迎来新的心跳挑战。冷静，冷静，我明白了。今天这根本不是挑战不跑毒，而是挑战用颜值吃鸡呀！如此难得的一局也能被我遇到，这只能说这帅气的容颜，这睿智的大脑，感天动地，让光子负责刷圈的技术小姐姐也破了防。哦天哪，他们战斗的好激烈，在这种平原地带跑毒应该会很难受吧？而我就不一样了，只需要趴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然后等待你们送上门来。很快 M73 的枪声响起，战场上只剩下2名对手，就是那2个之前回敬我绿血的朋友。我一罐又一罐地喝着活的酒，强行按捺住这躁动的心和那种久违的嗜血冲动。看这个圈的大小，他们也要跑毒了，决战时刻即将来临。咦，这么快就要开始了吗？好漂亮的烟雾弹，好白的烟雾。不过越到这种时候越不能显露身形，但是作为礼貌可以丢几颗雷回应一下，反正即将结束，这些雷留着也是没啥大用的。数颗手雷丢出，身上顿感轻松了许多，他们开始冲锋了，而我并没有能够将他留下，原因非常明显，因为这种不可能的挑战即将达成，我潜意识中有所顾忌，导致无法完全的发挥战力。第2人也出现了，我感同身受，明白他们此时的心情，但是他们肯定不会知道现在的我正在经历着什么。我那么想打开公漫喊上一嗓子做交易如何？比如把这盘金让于我，然后我给他们邮寄点好东西，比如一块闲置的手机，一块暂时无用的显卡。该死，我怎么突然有了这种想法？吃鸡可是各凭本事的游戏，岂能用作交易？我要力争胜利。他们开始用手雷还击了，好后悔呀！刚才为啥把手雷都丢了出去？现在才是用手雷的最好时机呀！但是我的天哪，我又被不知道第几个圈刷在中间，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继续跑毒。哦，他想烧死我！不好，我着火了！这是本局遇到的最大危机，这团火让我心急如焚。他们借机冲锋，我只能被迫应战。好在是我赢了，我打死你，让你也想烧我。直到此时，我终于稍微舒了一口气，只剩1人，我有5成概率赢取胜利。接下来就看这最终的决赛圈刷在哪里了，这将决定着谁会占有更大优势。他就在这里，我多么后悔呀！此时此刻只需1颗手雷，我就能锁定胜利，为何刚才那么的手贱呀？而现在我只能等待，等待决定我们双方颜值高下的那一刻悄然来到。哦天哪，我被移出最后1个圈了！莫非对方的颜值和我有的一拼？不对，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，能够发现我距离前中心比他更近，顿时就让我心中愉悦了许多。光子还是挺有眼光的。终于要刷圈了，对方还是一动不动，可能他认为那才是长命秘诀，而我终究还是下了防。紧张的一刻即将来到，他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和我拼药吃鸡。该死，我只有1瓶饮料了，我要死在这里了吗？光子，请再爱我最后一次。什么？我赢了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我的饮料名叫活的酒，它终究还是败给了未来70岁的我。我是麦克，运气过硬，从未失手。为了吃鸡，我竭尽全力。